今天阿森納在英超是終於輸球了，巴薩卻仍然是主場4-1脆勝了西班牙人，還有拜仁狀態正佳5-0大勝聖保利，利物浦也2-0終於拿下富勒姆。那麼咱們還是先聚焦於英超，這場球一輸，阿森納在先賽2輪的情況下領先曼城只有9分，那麼曼城如果都取得勝利，雙方的差距就只剩3分。有趣的是，今天也算是强对话，因为伯恩茅斯在客场拿下阿森纳之後，創造了队史英超最長不敗紀錄。咱們看一下英超現在一共20支隊伍，他們在歷史上英超最長不敗紀錄首推阿森納的49場，然後利物浦的44場，切爾西40場，曼城32，曼聯29，而伯恩茅斯今天也拿到了歷史最長英超的12場不敗。今天能夠客場贏球，一是阿森納在歐冠確實太累，二是在場上阿森納的道曼威脅最大，可是給道曼的傳球和炮火供應卻太少。伯恩茅斯能贏主要歸功於他們的逼搶，還有就是阿森納的踢法，尤其是進攻確實太過單一。阿森納雖然已經盡力在梳理進攻，但始終無法把球順暢地輸送到中場球員腳下。道曼上場以後也是如此，球隊的中場依舊控不好球。這一場澤凱賴什在前面完全被孤立，阿森納的中後場完全沒有進攻套路，只能不負責任的開大腳找澤凱賴什，戰術素養之差，這已經不像是本賽季即將拿到冠軍的阿森納了。而且澤凱賴什的球頂下來，阿森納的同伴也總是爭不到2點球，就只能開大腳，和輸曼城那一場很像，只要對阿森納進行高位逼搶，中場就沒人能去接球推進或者串聯。說白了，今天的阿森納比賽內容又是一大坨。托馬斯離開以後，打這種硬仗就總是便秘。而今天2個丟球都是蘇比門迪的失誤導致的。第一球是蘇比門迪受到壓迫傳球失誤，對手拿球反擊；第二個是回防跑位失位。可再看看賴斯呢，他的全場丟失球權竟然也高達17次。說白了，中前場的進攻方面，包括進攻能力都太差，加上又從來不練反擊的套路。如果有反擊套路，對面越是高位壓迫，那麼他們身後空當越容易被利用，打幾次他們身後，對方就不敢再壓迫你了。但結果場面上完全根本就沒人能打，好像阿爾特塔也沒有教過球員怎麼打反擊。反觀現在其他歐洲強隊的邊鋒和中場，邊後衛和腰，一個邊中結合就能破高壓逼搶，邊鋒1過1傳一下進攻就打上去了。可阿森納的幾個邊鋒在硬仗面前難堪大用，身體好的技術糙，技術好的身體又不行。還有阿森納有許多球員確實玻璃屬性，不是在養傷就是在養傷的路上。像熱蘇斯、厄德高、卡拉菲奧里、薩卡，關鍵時刻沒幾個能頂上去的。想想這頂着的名字可是過去溫格美麗足球阿森納呀，溫格老爺子能不能回來調教現在的進攻？阿森納現在這方面已經不能簡單用便秘來形容了，完全就是水泄不通，看得球迷頭皮發麻。想想巴塞羅那、拜仁慕尼黑打的那個傳控、那個傳接球，那個無球的位置跑動，又敢於射門。所以現在對手只要打阿森納，都學會了從前場開始多人逼搶，不怕你長傳打我身後，因為知道你不會這麼做。阿森納的戰術被研究透了，整個英超都知道，只要逼搶，阿森納就沒有辦法。過去還有個托馬斯可以在關鍵時刻自己把球給帶上去，而蘇比門迪確實不是幹這個事兒的，沒有這個能力。還記得去年的阿森納踢皇馬就是靠自己的高位逼搶，把皇馬給搶懵了。當時以為只有厄德高這個位置需要升級，只要升級之後阿森納將所向披靡，沒想到變成現在這樣。朋友們，新一代的年輕巨星亞馬爾、道曼、恩古莫哈都開始冉冉升起了。所以江山代有才人出，足球的故事會連綿不絕，一直傳承下去。老 K 都已經在感嘆，如果10年後咱們播了4000多期的足球新聞，那該是怎樣的盛況。所以希望大家能夠將視頻盡量看完，感謝您的訂閱，感謝您的點讚、熱推、分享和評論，咱們繼續。所以現在阿爾特塔的踢法必須要4個後衛頂級必須要兜底，不能讓對方进1個球。現在有了本懷特防守方面確實又有些漏勺，連老 K 都以為英超已經沒有的冠軍懸念，現在所有人又開始緊張，緊繃到不行。想想阿森納還有一場對曼城的直接對話，那一場球如果輸掉，那阿森納的心態還真有可能炸掉。球迷們在賽季初一段連續0封的時候，當時真感覺阿森納穩得不行，可26年開年以後就感覺全隊被压力压垮了。
踢球這麼緊張的嗎？看的球迷都不明白了，感覺就是瞎踢。當然，櫻桃軍團確實也踢得好，前場配合挺完美，戰術執行也完美，打誰都是五五開。再加上阿森納確實要踢歐冠，太累了，狀態差得過了分，停球出界這麼多次，很難想象這是英超的爭冠队伍。而從2月以來，櫻桃軍團好像就沒輸過。現在兵工廠又傷病太多，哎呀，年年看阿森納就感覺年年阿森納只要冬歇期過了就開始疲惫。今天我們客觀說一句，櫻桃軍團伯恩茅斯的高位逼搶能力妥妥是全歐洲第一梯队的，這樣的前场緊逼能保持全场，真不知道他們的球員是吃了大力丸還是怎麼地。可千萬不要跟勒沃庫森一樣，曾经的4线爭冠最后变成掛在歷史榜單上的4亞王啊。好，今天上半场17分鐘，本懷特的漏人在禁区內左路的傳中，克鲁皮在後點包抄破門。這個球伯恩茅斯一個漂亮的三角形配合，本懷特竟然連身後的空當看都不看。而上半場第35分鐘，加布里埃爾利用角球機會遭了對方手球點球，泽凱萊什點射破門，1-1扳平。可惜第74分鐘，伯恩茅斯在前場打出漂亮的短傳配合，4個前場球員之間的配合，球從右路緩慢過渡到中路，斯科特插上推射破門，槍手的主場再度落後。目前看也有亮點，今天替補登場了36分鐘16歲的小将道曼，16岁的小将，他上場之後還真有那麼點意思。堂堂本賽季可能的英超冠軍阿森納，竟然由一個16歲的小将來拯救。可是巴塞羅那的亞馬爾不是到處都有的，道曼和亞馬爾的區別就在今天比賽場上的體現。畢竟這裡是英超，沒有足夠的爆破能力打這個位置，實在沒辦法。在那兒一直盤帶，突破又突破不進去，其實應該早早往裡面傳中啊。不過已經感覺比左邊的特羅薩德更有威脅，所以現在看看2年前16歲的亞馬爾，那是真的強。亞馬爾不僅是天才，而且已經實打實踢成了超級巨星，歷史第一16歲，歷史第一17歲。但像道曼這樣的小将，需要打磨和提升，需要理性看待，需要耐心，切不能過度使用。否則啊，年少成名後没2年就可能默默无聞。這樣的球員我們見得少嗎？想想當年的小威爾希爾，一人能單挑巴塞羅那整個中場，但後來也沒有實現自己的天賦，默默退出了。道曼最近在16歲確實創造了阿森納乃至英格蘭球員一系列最年輕的記錄，也有不少的名宿在呼喚要把他帶到世界杯。但是類似的情況還有像利物浦的恩古莫哈。說真的，很年輕，能夠在強隊踢上球，有時候是一種優勢。但是作為進攻球員，能不能進化到超級巨星？那麼僅僅保持目前的水平，恩古莫哈和道曼還真還不行。那麼還需要大量的進化。恩古莫哈和道曼如果只保持目前的水平，那離世界巨星還差得遠。所以我們必須耐心一點，不要拔苗助长和殺雞取卵。好，小将刘易斯·斯凱利今天也首發踢滿了90分鐘。這一場比較強，對抗很給力，在其他隊友狀態不佳的情況下，把斯凱利給襯托出來了。這麼久沒有踢球，被晾在替補席上，但斯凱利今天的狀態是真不錯，很努力，防守到位，有攔截也有出球，對抗方面基本沒輸過。而其他的隊友由於太累啊，基本身體都被對面爆完了。斯凱利也只有19歲，但據說今年夏天阿森納希望把斯凱利和恩瓦內利都出售，能夠收入1億歐元。另外包括熱蘇斯、馬丁內利、本懷特也很可能被出售。至於厄德高，虽然已經進入合同的最後2年，但阿爾特塔還是傾向於留住隊長。恩瓦內利和斯凱利同為19歲，都屬於阿森納的太子。1年前是風光無限，充滿希望，但職業足球就是如此殘酷的淘汰。對了，今天有意思的是啊，在伯恩茅斯取勝之後，他們的分析師在看台上的瘋狂慶祝動作，激怒了大量阿森納主場球迷。比賽中是有3名在媒體席工作的伯恩茅斯分析師，因為情緒過於激動的慶祝進球，被認為有挑釁意味。最終現場的部分阿森納球迷情緒失控，現場安保人員不得不要求3人在比賽結束後暫時留在座位附近，避免和阿森納球迷發生直接衝突。最後他們在中場哨響約10分鐘以後，才在保安的陪同下離開了媒體區域。好的，現在阿森納仍然積70分，領先少賽2場的曼城9分。但赛程的紅利已經耗盡，已經失去了自己的容錯空間。曼城手握2場補賽，現在心理上的天平已經發生了一些細微的傾斜。阿森納再度暴露了自己4月容易掉鏈子的心理頑疾，而曼城擁有豐富的逆襲經驗和冠軍 DNA。4月19日，英超第33輪天王山決戰，曼城主場對阿森納直接對話。
這場6分之戰，如果曼城取勝，极有可能在積分上完成反超。果真如此的話，那阿尔特塔真是親手撕碎了本已寫好的冠軍劇本。本賽季英超冠軍的歸屬，從未像現在這樣充滿懸念和變數。絕望的阿森納球迷在今天1-2的时候，甚至大量球迷提前離場，這也是對場上球員本場的表現的极度不滿。伯恩茅斯球迷還在現場得意的歌唱：“這是火警演習嗎？”最終中场哨響，酋長球場響起了一片失望的噓聲。咱們多說一句，如果萬一10萬分之一、100萬分之一，如果阿森納本賽季真沒夺冠，多少人會支持阿爾特塔下課？真的太可怕，真的不敢想。对了，今天比賽中打入制胜进球的伯恩茅斯中场球员斯科特，今天有消息，曼联一直在關注這名伯恩茅斯的中场。曼聯為了在夏天引進有英超實戰經驗的本土聯賽中場，關注的人選有安德森、沃頓、托納利、巴萊巴和斯科特。這一次斯科特對陣阿森納表現異常出色，還有伯恩茅斯表現出色的中後衛塞內西，他的經紀人正在和切爾西、曼聯、托特納姆熱刺進行接觸。引進塞內西最大的優勢是可以免簽，而且他是阿根廷人，所以也吸引了包括國外的多特蒙德、尤文图斯等等俱樂部的争取。今天另一位进球的是19岁伯恩茅斯的前锋克鲁皮，小伙子本赛季在伯恩茅斯首发17次，已經有10個進球。他也是自2000年以來首位單賽季可以打進10球的英超20歲以下球員。目前大巴黎方面，登贝萊和大巴黎的合同雖然要到2028年才會到期，但由於登貝萊的續約的薪資要求，所以續約談判困難重重。如果登貝萊離隊，那麼大巴黎看上的候選人有2位，一個是馬德里競技的阿爾瓦雷斯，另一個就是伯恩茅斯的克魯皮。是的，克魯皮又是一名法國前鋒，法國真的是人才濟濟，真是要溢出來了。好，咱們再看一下西甲的加泰羅尼亞德比，屬於皇馬陣營的西班牙人最終也沒能阻擋巴塞羅那繼續高歌猛進。上半場亞馬爾的角球開出來，費蘭托雷斯就已經頭球破門先下1城，隨後亞馬爾又是用外腳背助攻，費蘭托雷斯上演梅開2度。下半場西班牙人的洛薩諾遠射扳回1城，隨後亞馬爾和拉什福德先後破門鎖定勝局。費蘭托雷斯終於是開胡了，但榮譽偉大仍然是屬於亞馬爾。他今天不僅助攻2個，射門7次，射正2次，還有嘗試過人12次，成功過人8次，關鍵傳球3次，均為全場最高。不管賽程有多累，亞馬爾是場場踢，而且場場都 carry。踢過球的都知道，他這個帶球速度、短距離的外腳背傳球，力度和準度還能夠兼顧，這有多難控制？左腳外腳背方面，亞馬爾真是歷史級的第一，甚至可以跟當年葡萄牙的夸雷斯馬爭一爭。半年多之前，當時亞馬爾自己給自己戴皇冠國家德比賽前口出狂言，當時年少輕狂，但現在的亞馬爾完全不一樣了，真正的成長，真正的成熟了，狀態頂級。18歲的年紀已經可以媲美歷史級別的每一個最佳右邊鋒。真的，你只要打開巴塞羅那的比賽，你只要多看亞馬爾踢球，你看巴薩的球員每次到了禁區過不去的時候，就把球傳給亞馬爾，這什麼感覺？就有一股打不過對方就叫家長的意思。所以作為球迷，唯一的要求請求就是亞馬爾不要受傷，只要保持健康，未來10年10幾年都是他的。雖然踢球的風格技術等等都不可能跟梅西相提並論，但是作用卻是越來越像那個男人，而且從17歲18歲的年紀就把巴塞羅那扛在肩上，這是梅西當年那麼年輕的時候都沒有做過的事啊。同樣的天之骄子，或者說咱們巴塞羅那球迷的尤物佩德里，他踢出來的足球不是足球就是藝術。今天的這一场純粹拿來找狀態，大師級別的佩德里就要回來了。佩德里在場上永遠屬於最容易被侵犯的那一個，看得我們真是心疼。他今天長傳4次，搶斷5次，也都是全場最高。佩德里最近說，我只在比賽日吃早餐，然後吃一頓豐盛的飯，這是我決定強加給自己的事兒。費蘭托雷斯給了我幾條關於習慣的建議，我試了試，事實證明他們對我的效果非常好。隨着時間推移，有了不同的改變，但你永遠無法真正的知道到底是什麼起了作用。這是受到了費蘭托雷斯的影響，因為他非常注重自我的照顧，对這些事情的理解很透徹。費蘭托雷斯能夠陪領導好好踢球還教會領導如何養生，那麼你留在巴塞羅那老 K 就沒有多大的意見了。
就希望你在亞馬爾和佩德里的身邊，真可以不斷的掌球。想象一下，這如果是老 K 兒子或者老 K 自己，那多幸福。對了，有意思的是2019年曼城當年呀還差點簽下佩德里，當時曼城曾經向拉斯帕尔馬斯報價了3000萬英鎊，要求購只有16歲的佩德里，可是佩德里卻很快自己拒絕了這筆交易，最終以僅僅500萬英鎊的價格，佩德里加盟了巴塞羅那，實現了自己的夢想，也實現了家人的夢想。不過這個新聞是西班牙媒體爆出來的，真實性存疑。僅僅16歲的年紀啊，曼城3000萬英鎊不賣，賣給巴塞羅那500萬英鎊，這也太抽象了吧。好，當年500萬英鎊巴塞羅那買來，如今已經10億的違約金，佩德里是巴薩絕對的非賣品。中場有他23歲，前場有亞馬爾18歲，未來10年內巴塞羅那球迷有什麼好擔心的呢？那麼西甲聯賽肯定是沒有什麼懸念了，最重要的就是4月14日巴塞羅那能不能客場逆轉馬競。對於這一點，主教練弗里克說，我們巴薩需要的不是奇蹟，只需要拿出完美的表現就可以，我們有能力做到。我認為在周3和馬競的比賽中，我們已經是表現更好的一方，當時下半場我們掌控了比賽，一切皆有可能。今天你們也看到了，3-1領先後，我們巴薩又很快打進第4球。我知道馬德里競技是一支優秀的球隊，但我們巴薩也有一支強大的球隊，每個人都準備好了，都想證明我們有能力做到，我們會戰鬥到底，球迷們也應該做好準備。是的，2個球的逆轉，在弗里克的巴塞羅那和過去路易斯恩里克那一支巴薩，球迷是真的相信，只要是弗里克的戰術，這一支巴塞羅那什麼比賽都會有希望。現在最大的問題是西蒙尼要不要一開始就擺大巴，如果一開始擺大巴，到底巴薩是好事還是壞事，這還真難講。面對這一支恐怖的巴塞羅那，大巴就能擋得住嗎？可如果西蒙尼安排對攻戰術，那也許對巴塞羅那更是好事。就這一支巴塞羅那，你敢跟他互捅？不過有一點，今天這一場比賽，弗里克竟然沒有讓主力輪休，所以周3的體能確實是一大挑戰。只是相信足球吧，相信美麗的足球。過去總是巴薩容易被逆轉，也讓巴塞羅那逆轉別人一次啊。好，今天這一場加泰羅尼亞的德比，由於西班牙人隊他大概率是偏馬德里的，而巴塞羅那是純加泰羅尼亞派。像過去的瓜迪奧拉和皮克啊，都是屬於堅定的加泰羅尼亞主義者，所以2個隊的仇恨很深。以前老 K 記得這樣的加泰羅尼亞德比火藥味十足，這幾年還好些了，主要還是西班牙人的水平下降，不像過去能夠給巴塞羅那帶來許多麻煩。所以今天的比賽，全場球迷經常整齊劃一的唱我恨西班牙人，我恨西班牙人。上半場還出現過其他嘲諷西班牙人的口號，下半場那仇視西班牙人的歌聲又再度響起。所以今天比賽出現了多次這種口號之後，巴塞羅那和西甲聯盟啟動了反仇恨預案，通過球场廣播不斷的宣讀警告法律禁止並且處罰主動參與煽動體育領域的暴力、種族主義、仇外心理和不寬容行為的活動。這段文字還同時顯示在球場的1層與2層看台之間的電子廣告牌上。這樣的火藥味從球場上蔓延到了看台，所以西班牙人隊從熱身階段開始就遭到了看台巨大的噓聲和壓力，各種粗口的口號層出不窮，此起彼伏。OK， 今天勝利以後，巴塞羅那前31輪取得了79分，在西甲的歷史聯賽同期並列第4，而主教練弗里克也成為第2位執教巴塞羅那的前4場西甲加泰德比全部獲勝的主帥。另一位是1958到1981年的主教練埃雷拉，他是前5場西甲加泰德比全勝。還有最近巴塞羅那30次在西甲對陣西班牙人都保持了不敗，23勝7平，也是巴薩队史上西甲对陣同一對手的最長不敗記錄。今天的主场一共有60736人現場觀戰，這個數字創下了新諾坎普球場翻新後的上座新紀錄。好的，另一場英超比賽，利物浦2-0戰勝富勒姆，終於收穫了一場勝利啊！今天是老將薩拉赫和小將恩古莫哈同時建功，而助攻的是威爾茨和加克波。而伊薩克替補上來之後，剛剛大傷完滿體力，上來了之後呢，卻一點前場逼搶都不做，純粹本賽季利物浦呀。這一場贏下來，利物浦在爭奪下賽季的歐冠區、進入本賽季前5方面已經領先了切爾西，
現在已經領先4分，多賽1輪，而且也是一場里程碑。今天是队史联賽在安菲爾德主場的第1500場勝利。過去的這1500場勝利，整整用了133年半，48798天來完成。當時還是1892年的9月3日，利物浦的首個聯賽賽季，主場8-0擊敗了海厄沃爾頓隊，開啟了歷史征程。133年半呀，比老 K 的年紀都要大幾倍。這就是歐洲足球的歷史傳承積澱感。今天對方富勒姆一開場上來就直接擺大巴打反擊，然後就是无效的射門特別多。主教練斯洛特擺出了瓊斯、索博斯罗伊、维爾茨3中场，防守最好的2大主力后腰都不在，所以富勒姆雖弱，但利物浦這個陣型一直到瓊斯被換下去後才稍微好了一點。本場比賽能看出，如果富勒姆換成大巴黎，現實就非常殘酷了。而17歲的小將恩古莫哈，他今天當選了全场最佳，這也是本賽季恩古莫哈首次被評為全場最佳。小將打出了典型的薩拉赫式的進球。在老將薩拉赫即將離隊的最後1-2個月，小將今天的表現像是接過了接班的槍，接過了接力棒。最近恩古莫哈肉眼可見越來越強壯。用主教練斯洛特的話來說，恩古莫哈已經不僅僅是會一些漂亮的技巧，他在場上的產出越來越多，他的比賽也越來越有力量感。當你面對那些世界上最頂尖的後衛的時候，這種力量感是必不可少的。我想現在沒有人會對恩古莫哈取得進球感到驚訝，他擁有了一種在現代足球中已經不多見的特殊素質，那就是1對1的情況下能展現統治力。恩古莫哈在進球時正是這樣做的，通過連續的轉身和變向晃出空間，然後完成射門，這就是一個典型的薩拉赫式进球。在過去1個多月的訓練中，我們能看到恩古莫哈擊球的力量越來越大，就像他今天表現出的樣子。這就是為什麼過去7、8場比賽中他獲得了3次首發，對手分別是狼隊、熱刺以及今天的這場。很高興能看到他展現出那些讓他變得特別的特質，那就是統治級別的1對1。那麼今天首發大進1球，恩古莫哈也在歷史上成為了英超首發進球第3年輕的球員，僅次於魯尼和法布雷加斯。下一步就像隊長范戴克說的，今天的零封，一場比賽說明不了什麼。我們祝願在戰巴黎隊的時候能收穫特別的夜晚。4月14日，利物浦主場作戰對陣大巴黎，紅軍球迷們還有幾個抱有夢想 ？OK， 今天薩拉赫也打入了英超的第157個非點球進球，追平了阿圭羅，並列歷史第5。在榜單上，只有阿蘭希勒的204球，安迪科爾的186球，魯尼的185球，還有哈里凱恩的180球多於薩拉赫。好，对了，關於恩古莫哈呀，最近傑米雷德克納普是專門稱讚了他，而且談到了他小時候的成長。雷德克納普說，恩古莫哈的潛力一眼就能看出來，所有人都看得見，他身上有一種與生俱來的 X 因素。他當年還在切爾西青訓的時候，正好和我小兒子在同一年齡段，他們在同一個訓練組一起訓練，當時的表現真的讓人震驚。他的哥哥在他的職業生涯，尤其是成長的過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的哥哥經常給他進行1對1的指導訓練，也來過我家幾次。我親眼看過他是怎麼帶着恩古莫哈訓練的。我從來沒有見過哪個小孩腳下頻率這麼快，但這一切都是一次又一次重複訓練的結果。現在我們經常討論，許多年輕球員在俱樂部的訓練或許不夠，他們會通過1對1教練來提升自己。而對恩古莫哈來說，可能沒有人比他哥哥更了解他，也沒有人能比他哥哥做得更好，所以他們的配合非常默契。對於那些不了解恩古莫哈成長經歷的人來說，他過去曾經是切爾西青訓非常被看重的年輕球員，俱樂部很喜歡他，也希望留下他。但利物浦出現以後，他在16歲的時候選擇離開，加盟利物浦，這對他來說一定很不容易。適應新環境也花了一些時間，他在青訓的第1年並沒有完全按照預期來發展，而現在他正在不斷的成長爆發，他很享受現在的狀態，在這裡也是一個很好的環境，同時也是一個競爭非常激烈的環境。我自己17歲的時候加盟利物浦，也經歷過這樣的過程，我對我那段經歷也一直心懷感激。現在恩古莫哈表現非常出色，但必須保持清醒，要繼續努力訓練。他身邊有像羅伯遜這樣經驗豐富的球員可以學習，所以我真的為他感到高興。他是一個非常優秀的年輕人，我從他小時候7歲的時候就認識他了，
能看到他現在這樣，真的很讓人欣慰。雷德克拉普在1991到2002年那11年效力於利物浦，出场過310次，打進42個球，31個助攻。那時候的利物浦老 K 是真的喜歡雷德克纳普、弗勒、麦克马纳曼，踢球是真的帥。好，今天的德甲仍然兵不血刃，拜仁5-0大胜圣保利，穆夏拉、格雷茨卡和雅克松都是一傳一射。比賽沒什麼好說的，農夫聯賽嘛，競技體育靠實力說話。拜仁最強的就是瞬間把對方打爆，所以今天53分鐘、54分鐘、65分鐘連續的進球。但對拜仁來說，最重要的還是下一場幹皇馬。另外，今天上演首秀的39號拜仁小將恩迪亞耶，短短的10分鐘，但敢於拿球，会轉身，腳下頻率很快，基本沒丟過球權，在場上很有靈性，敢做動作，這就是好事兒。好，多說一句啊，本賽季德甲聯賽拜仁已經取得105個進球。他們已經打破了自己在1971到72賽季創造的德甲聯賽單賽季進球數紀錄，但是在他們眼前還有一個歐洲5大聯賽的單賽季進球數紀錄，那是1947到48賽季都靈隊在40輪意甲聯賽狂轟了125個球，而拜仁目前在還有5輪聯賽的情況下還有20球差距，哈哈，只要每一場都5-0，那紀錄就能拿下了。好，另一邊 AC 米蘭主場0-3輸給烏迪內斯。沒什麼好說的，萊奧依然是那個讓所有 AC 米蘭球迷最痛苦的人。萊奧現在通過自己懶惰的表現，所有的歐洲豪門已經對他沒興趣了，不知道是不是開始在擺爛。這麼說呢，今天的萊奧，過去意甲當家第一球星，所謂世界最佳邊鋒，可是在場上竟然老是幫對方解圍。還有一個球，普利西奇在邊路都過了對方4個人，然後萊奧站在邊上，既不跑位拉開防守，也不衝刺，就攤着手要球。普利西奇不敢不給他，生怕他發脾氣。結果球傳給萊奧之後，萊奧就一腳回傳。我的個天呀，真是無語到極點了。老 K 要是普利西奇，真想上去給他扇一耳光。真的，在場上萊奧就像透明人一樣。過去他是 C 羅接班人，可今天這比賽一眼望上去是 C 羅70歲踢球的樣子。這家伙傻乎乎的，就剩下咧嘴笑了。所以前段時間還在跟國際米蘭爭冠軍的 AC 米蘭，現在好像連保住前4都似乎困難了。他們現在領先尤文圖斯3分，而在多賽1輪的情況下，領先科莫隊也只有5分，真是辜負了首發72分鐘的老將莫德里奇。莫德里奇一直幫隊友們擦屁股，可最後蜀國之滅，絕非將軍之罪也。好吧，精彩的足球周末，在周末呀，大家都在做正事，所以花邊新聞少來。想看福利的咱們明天再見，感謝大家的訂閱，感謝您的點讚、評論、熱推和分享。這裡是老 K 足球新聞，咱們明天再見。